欢迎收看《运动 DNA》，一起来聊聊运动教会我们的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，我是正如。对学生运动员而言，暑假不是放假，而是拉开距离的60天。这句话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只是让家长更焦虑的一句口号呢？今天我们不谈补习，不谈考试，而是聊聊学生运动员的暑假，到底该怎么安排，才能让孩子在运动、学业与生活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。那杰克，我想要先问啊，什么样的暑假才是有收获的暑假？像我们家以大儿子，因为现在大儿子在打球嘛，对，那我倒觉得以学生这个阶段，尤其刚好今年国小就毕业升国中，我觉得要有充足的睡眠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因为之前就是练球也多嘛，然后加上也就是又要考试，可是因为这个6月，因为6年级的话，其实6月中毕业典礼完，一直到开学，这个暑假是特别长，对，超过2个月，最开心的时候，对，最开心。所以那其实也跟小朋友讨论过，就是那不如我也没排什么补习什么，那加上因为其实学校练球开始，就是因为毕竟他是体优生进去了嘛，对，所以开始练球。那我觉得以这个年纪来说，就是充足的睡眠是优先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觉得当然还是自律啦。我所谓自律是指说，不要因为现在不用急着8点对，然后你就睡比较晚的。我倒觉得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的原因是，现在7点就要到球场，他还是要练习。对，而且1到5。对。那我不晓得，那正如嘞，如果以你们家来说，什么样的暑假才是有收获的暑假？我家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毕竟他爸爸只有暑假可以比较多时间陪伴他们。对，休赛季。所以我们家的话，我自己会觉得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出去玩、出国玩，或者是在台湾可能国旅等等的。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与我们家最大的收获。那当然也可以借这个暑假，我可以跟他们就是更拉近亲子关系啊，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好好休息。那当然，确实儿子也是校队，暑假他们也会先有一段时间的休息，所以我们就会趁那段时间赶快安排，就是旅游啊。对，像今年我们去哪里啊？韩国。对，去韩国嘛，釜山。我有去对，今年我去还算闪一个去嘞。对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家来讲，我觉得每一年的暑假其实相对我觉得会是期待的啦，就是可以一起出去玩。像去年我们就去了蛮多的国家，那今年是先去釜山，可是因为他们马上也衔接有暑假也蛮多赛程的嘛，是，对，所以他们就一样回到学校去训练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们家就是比较有收获的地方啦。对啊。讲到这边啊，其实正如以前也是学生运动员嘛，那通常啊，而且我也蛮常听到我儿子在国小的时候，好比说教练啊，通常在开学第一天啊，就会知道说，开学第一天就知道谁暑假有没有认真过。我不晓得这句话，我觉得不能这样讲，每个人都很认真在过暑假，只是怎么过啊？对，就是教练可能是讲是说无论在球技啊、身高啊，或是稳定度等等之类的。我觉得就是对，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过暑假的方式。比如说我以前在暑假的时候，当然因为在学生运动的时候，那暑假就是我们的打底的时间，所以其实你说会放假吗？我都还觉得我过年放的假比暑假放的假多吧。但过年只放几天，然后初2就要练。暑假可能也没有，应该讲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休假比较多的时间，基本上都是在联赛打完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不用练球，但是你还是要上课啊，那不是暑假啊。对啊，那你还是要上课嘛，还是要上课。你只是就是不用练球，然后你可以身体比较放松一点，但你还是要去参与学校的课业或者是活动等等。那你真的到暑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会有很多的暑训嘛，因为暑假其实就真的是最需要打底的时候。对啊，那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多的体能啊，然后基本动作的训练啊，各方面的训练，所以是相对比较累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当然你说放假回来，如果真的有放个1个礼拜或几天的时间回来，如果在当中你没有再去做一些维持的话，确实就会像就是你刚刚讲的，就是
哦，你有没有认真在放假，有没有在认真在过，我们一看就知道，因为你那个回去一开始的体能骗不了人啊，所以一开始跑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说喘得跟狗一样，没有，狗都还比我不喘。对啊 ，OK，对啊，所以确实啊，就像因为我讲嘛，今年暑假我们出国了之后，然后中间但我家小孩也休息了大概可能2-3个礼拜，1-2个礼拜没有碰球，没有常态的练球训练。那当然一回去，像前天我看他比赛，好像有一点就是体能可能状况没有那么好。当然，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其实适应的蛮快的啦，就是练习1个礼拜，打个几场球，很快就回来。但相对的就会你讲的这样，但我不觉得他是退步了，就只是很快，你只要再把体能拉回来，专注度拉回来，就像我们讲收心嘛，其实应该蛮快都还是可以衔接得上。对，而且其实就像你提到的，如果以赛季来说，暑假算非赛季嘛？对，那虽然以国小为例。国中也不遑多让啊，国小是，对，因为每校都还是有自己的杯赛，那更何况对啊，8月份又有夏季联赛，很多要去到台中，对，所以这个其实以基层篮球来说，哇，小朋友的暑假真的也蛮充实的。如果你有参加所谓校队，甚至于像外面的俱乐部，对啊。不过讲到这边的话，也是想要说，这样暑假很多时候我不晓得，因为。像我们曾经在运动今天的节目有分享过，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说怎么样看暑假的，包含营队啊，然后你是怎么样了解你的孩子适合什么等等。可是很多的爸妈也是会说，以学生运动员家长而言啊，会怕说，自己孩子好像练得比别人还少，那到底是要有效的努力，还是看起来很努力？对，来，我们回到前几集，那个善富老师讲的，对，过度准备、过度的训练，是不是也没有比较好？对，没有比较好。所以其实我才会讲嘛，就举例，当然因为我自己运动员，所以我暑假等同确实就是我赛季结束，然后刚好也配合到学校他们的暑假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我也在修复我自己的身体跟心灵，因为你长时间的赛季的压力啊。等等种种因素，那你要去排解这些压力跟一些可能负面的情绪，或者是一些身心灵的疲劳，对啊，所以那我觉得相对的，你带着小孩一起去，我觉得相对他其实也不会说哇，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暑假它是一个要密集训练，要去备战，要去准备他们的下一个赛季，对，要去就像我刚刚讲的跑体能、基本动作各方各面，你甚至有些去外面的营队加强的，可是。你没有让他有时间休息的时候，你一直去，就很像果汁机嘛。你明明那个柳丁都已经被榨到没汁了，你还要把它榨出汁来吗？不可能啊，皮都破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有点像是缓和然后修复的时候嘛。所以你说它的价值是什么？我觉得每个人想的不一样。有些人当然觉得我很想要继续参与这件事情，我很想要进步，要什么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。稍微的适当的休息，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时间让你自己缓冲，然后去吸收，然后去把它转换成自己的，不管是心灵还有身体，我觉得这会是比较好的。对啊。虽然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播出的时间，暑假已经过一半了，但是还是有剩下一半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如果说这暑假。就你个人而言，你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种种之外，你觉得有没有其他其实蛮值得投资的地方？所以暑假给小朋友去投资的。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来讲，其实我会就想要带他一直往外面走。往外面走的原因不是说纯粹就是去玩啊，去什么，我觉得也是让他去看看这个，就是以台湾以外之类不同的国家的面貌跟。他对于其他地方的看法或想法，就像他可能去了韩国，他说哇，韩国怎么可能他有看到什么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可以跟我讨论。然后我这时候也可以跟他介绍说，韩国的一些，因为他们打篮球嘛，那我们确实跟韩国也有蛮密切的一些交流跟接触，我就可以跟他讨论说，那你知道韩国的那个球队是长怎样吗？什么就可以跟他讨论。然后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什么。三星的牌子啊，看到现代的车子，我就看，其实他们也有主球队啊，有什么，跟他借由这件事讨论，然后但就是可能你不能打球，但长一些篮球的知识嘛，或者是让他去开开眼界，说，有没有可能
就是他对未来会有更多的想法，不管是可能在他的运动员生涯，或者是其他的生涯里面，就是不要局限说暑假又是要一直练球，一直什么。对，我觉得我们都会疲劳，我觉得小朋友也会疲劳。那又像刚杰克讲的，其实有时候休息很重要，因为他们现在是在成长的阶段，是过度的训练造成他可能拉伤啊，或者身体什么种种因素，会不会导致发育或什么会有点不好？那当然这个我不是专业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总是觉得说，相对适度的休息，然后可以多方面的去探讨各个不同的面貌，我觉得还比较好。对啊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当然因为在学生时期每一年，只要你从小到大，甚至于到大学毕业，应该都有暑假。对，所以夯不啷人也是10几个暑假。是。那当然，大学生有大学生过的方式，大部分像我那个年代，大部分就是打工嘛。对，就开始因为可以有合法的工作嘛。那但是以国小、国中的话，我倒觉得是说，除了本来就有一些暑假作业，对你该写以外，我倒觉得是你的作息，就像刚提到，我希望他作息正常。对，因为很快，其实2个月也是很快就过了。然后你是可以衔接到未来开学之后的作息，要不要？就像讲的嘛，如果久了没练球，然后一上去要比赛，也是会有点不适应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倒觉得像正如你提到的，我觉得那是比较长期而言，是一个人文素养。对，因为很难得你在学期中可以有个5天或是1个礼拜到国外看一看。没错，不要说国外了，你甚至于出台北，对，要去其他地方可以 long stay， 然后一整个礼拜都不在，很难。比赛不算哦，比赛不算哦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说这个长期就变成是说在素养的部分。那当然，因为蛮多我相信运动 DNA 的家长朋友们，这个家长朋友们，有的时候你们讲的都很轻松我们需要工作上班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也可以再提供他们一些，就像一些目标嘛，像无论是影集啊。或是一些像正如刚刚讲到跟篮球相关的，好，虽然对啊，现在 YouTube 很发达，Netflix 很发达，那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运动？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？对，甚至于刚结束但不过这已经结束了，就是世界杯嘛。对，我记得印象深刻是上礼拜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旁边的小朋友刚好跟妈妈说，那个西班牙跟那个最后是要跟谁踢啊？那个横条梅西那一队，然后阿根廷我跟你说，他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这种你知道这个素养，对，他虽然不会踢球，我看起来因为他穿着篮球服，但是他看起来应该是有在打篮球。可是他们那个，我觉得就是让他觉得说，除了篮球以外，还有一个运动是全世界都在疯，然后这个也很有兴趣。那我倒觉得就是长期来说，他会变成是不会只有单走一条路。然后既可以休息，然后又可以真的有那个时间好好去看一下其他的运动这样子，因为包含其实很快的2年后奥运就来了，对，那奥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运动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说，爸爸妈妈也可以去思考。当然，你可以送安亲班，对，或者是夏令营，我觉得都是很好。像以未来为例啊，他们最近才刚办完这个所谓的媒体的一个记者体验营嘛，对，跟某个基金会有合作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也是让小朋友我相信就是这个价值，应该他们参加，哪怕只有这1年，对，我想他们应该永远会记得我在某1年的时候参加过什么一个。对不对？就是夏令营，或是未来正如真的有自己的训练营之后，我参加过那个南摩 uncle 的那个训练营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会永远都记得这一个。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是有提供这个我们运动 DNA 家长朋友们参考的部分。我觉得，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在提倡就是不设限嘛，那当然即便是球队，我们可能主要的活动就是篮球，但像暑假的时候。但有提到，确实有些家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因为要上班嘛，因为我们大人没有暑假，是对啊。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像我自己啦，就是就陪他有时间，刚好可能抓到个2个小时，我就旁边运动中心去游泳，然后抓到了，偷到1个下午，像前天我带他们就去
金山那边的沙滩走一走、晃一晃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多去从事各种不同的运动，然后可能河滨公园骑个脚踏车，我觉得那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休闲活动，然后也可以不管是我们不要说全都是只为了小孩，其实相对的我们自己也是在跟着放松啊。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暑假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那当然可以做的很多不同的尝试。那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们还不是像我们就是比如说职业啊或什么，哇，我确实我在暑假的时候，我要为了我的下一个赛季要非常做充足的准备，所以我要花可能暑假里面我要花80%的时间，我都要去准备我下一个赛季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，其实都可以各方各面的去做，先不要去设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，那我可能花60%的时间我在训练我自己，保养我自己。那40%的时间可能你也可以去开发，说不定你在当中你去开发到你新的一项技能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就像我不带我儿子去游泳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游泳这么厉害。对啊，然后我还开玩笑讲说，你要不要考虑，还是你不要打篮球，我们转游泳队好了。然后他说，他跟我讲不要打篮球比较有趣。因为有伴嘛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他真的很扯，就是他突然跟我说，爸爸，我们来游一下，我们这样子来回8趟好不好？我说8趟。一过去20，回来58，然后我说你是来回算1吗？他说对，我说这样400，我说爸爸好像没有这样子一直这样来回游过哎，然后我说你可以哦，他说可以啊，我那个上游泳课的时候老师都叫我们这样游啊，就是什么我可以游得完，我说认真哎，然后因为手表就拿给他，因为他可以监测，我说那我帮你按一下，然后还帮他记，看他心率。真的很快，而且它是8趟不停的那一种，然后所以不间歇，它就像我们去就是看游泳，不是有些咚过去游完咚就回来了吗？它这里就是这样一直来回，没停的，然后我跟他跟个4趟5趟，我就在旁边了，然后我老婆还笑我，你这边怎么起伏这么大啊？你很喘哦？我说对，我很喘。然后我儿子游完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，我不知道他这么会游，就游得还不错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也是暑假的一个收获啊，对吧？那其实讲到这边呢，我也曾经看过，就是有一些学生运动员的课表蛮特别，他早上排了一个重训，然后下午就是球队练习嘛，然后晚上又去上个人课。我不晓得这样看起来很充实，但我不知道就你自己看，你觉得这样很棒吗？当然对家长来说，如果以双薪家庭来说，很棒，这个孩子对，没有，如果以没有时间的话，确实是很棒。但我不知道，如果你要以个人来问我的话，我会觉得纯粹感觉就是在塞那个时间啊，塞时间格就对，因为我会觉得偏累，不止小朋友，可能你家长你要陪伴的时间，陪伴在那件事情的时候也很累。我觉得某些时候其实我可以陪伴小孩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帮小孩付出，是很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，然后去带他们去做训练。可是我觉得相对的，家长可能也要留一点空间跟时间给自己，因为你如果整个暑假全都是只有小孩陪伴，当然我觉得我不是说陪伴不重要，可是我觉得某些时候，就像我们自己家长可能身心也要稍微照顾一下，因为你一直这样子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会觉得，以我个人为例，我会觉得有点可能对小朋友来讲太严苛或者是太多了，我会觉得说，或许我们在家一起休息一个下午，我们一起找，就像刚讲影集也可以嘛，我们看个跟运动有关的电影，或者是我们看大家想要挑的电影，放松一下。那下午我们可以从事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等到这就有点像是一个调节嘛，我都已经。我爸妈也准备好了，也舒服了 ，OK， 我也才会有体力再带你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嘛。那我陪伴你，那相对的你也花一点时间，或者是你也让我休息一下，我们互相的去陪伴做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关系也会比较好一点嘛。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延伸你刚刚分享的这一块，我倒觉得说，或许不一定把所有时间排满，除了刚刚讲到的有些空白，然后可以休息以外，很多时候因为像我们3不5时，当然会有那些我们球队啊，或者朋友嘛，对，像对啊，你也知道你的队友都会找你突然去哪里，对。可是如果你全部都排死了，你要请假除了麻烦，然后浪费钱以外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少掉一些跟其他朋友
接触，或是一起出去玩。对，像我知道你们很快也要去包栋民宿直接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偶尔也是会突然揪一个，我们今天去哪里做什么事，而不是只有 for 自己的家而已，或是跟你队友啊，或是亲戚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预留一点时间，可以让怎么讲小朋友们去可以做一些额外的规划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因为就像我们刚刚都在讲运动，但我们其实以前更重要讲到的是你要去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或互动嘛。那我觉得相对的这些其他的不管是旅游或者是你去就是增广见闻，我觉得都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学习互动的方式。就像我们去韩国，哥哥需要什么，或者是他想要拿什么，我就说那你去跟他讲。然后他说我怎么跟他讲？我说你用英文跟他讲就好了，你要不然你上英文什么，那是不是现在拿来用这样？他说他们会讲英文吗？我说 Hello。英文全世界都通用啊，Hello， 对啊，然后那确实，那他就说好，那他就试试看，然后试了之后，他觉得真的哎，所以他开始有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会想要帮我说，那爸爸我去帮你问这个多少钱，爸爸我问你说我去帮你就是买什么，我说你可以吗？他说我可以，我去试试看，如果不他就开玩笑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再叫你过来就好了。哎呦，对啊，那我觉得相对这也是他自己的成长啊，对啊，那讲到这边呢，其实。我不晓得，就正如你怎么看，是说蛮多家长其实在安排这个暑假的时候，无论就一个接一个，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是棒球训练，下礼拜可能游泳，然后再来什么 YMCA 等等之类的。那你觉得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，好像看似家长在帮忙，其实某种程度他有点算是有点内耗小朋友。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们讲嘛，你要去了解说小朋友是不是很开心在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自己的小孩自己一定最清楚嘛。就即便像他这么爱打篮球，可是他练得很累回来那个表情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帮他安排很多事情，但相对的我们要去得到他的回馈，而不是说，我帮你安排，你怎么没有把它按表操课做完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相对的就是观察很重要，然后。因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即便打的每一场比赛，或者是他去到的每一个地方，我都会说，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或者你觉得你今天打的怎么样？像我去韩国很好笑，我说你们两个要写新的报告，他说老师都没有叫我们写，我说爸爸不要求你们多，只是我想要知道说你们在那边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是让你就是。记得的，然后可能你可以就是一直记在心里，然后想说如果哪一天有机会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再去的时候，你可以说那时候我曾经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过，然后但他们到最后干一则也是写，而且都写得很棒啊，除了有些错字以外对，那我觉得相对的，我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说其实他对什么东西很有印象，而且他是喜欢的，他是怎么样？那当然也会讲说可是我觉得哪些地方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好玩，因为他们不会讲无聊，他们只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玩。可是没有那么好玩，可能就是我们大人安排的可能是购物的地方啊，或者是一些景点拍照景点，因为小朋友嘛，男生就是喜欢玩啊、刺激的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说那我可能知道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他们比较想要的是什么。对啊，这就是观察嘛，就是从他的文笔当中观察说他喜欢什么。那下一次或下一趟，我可能就知道说，那我可能要多安排哪一些东西是他们也喜欢的。当然，我还是要安排我自己的，可是至少那个比例是，我就知道我要该怎么调整。对啊 OK。其实讲到这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分享，就是说，